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二讲，毛泽东建立绝对权威。原本的标题呢，我想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个人崇拜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啊，好像是大家被愚民教育了，被洗脑了，对毛泽东这个人呢进行了神化，去崇拜他，于是他的各种指令啊，大家去执行，做出了文革这样的荒唐之事。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毛泽东建立绝对权威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感觉，这里面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啊，我们一会儿来分析。那么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啊对于自己的执政合法性的一种包装啊和一种系统性的设计，在对毛泽东建立绝对权威的这个事情上有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还有一个标题呢，我原本也想叫文革的起源概论啊，我们就是想要去先探讨一下啊文革发生的一个之前的根本原因啊，而不是说急于的进入到1966年开始讲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冯克在《文化大革命》这本书里是从1962年开始写的，就是在大跃进和3年大饥荒之后啊，1962年写了4年的事情，然后才进入1966年开始进入文革。那么杨继绳的《天地翻覆》那本书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写啊，从建立之后的那些制度上的问题啊开始切入，那也就是说在1966年之前17年开始找原因。那么还有一种视角还要再往前啊，也就是说从1949年再往前推32年到1917年，也就是俄国革命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找文革发生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事情。1917年的时候，在俄国发生了2场革命啊，后为很为人熟知的一个2月革命，一个10月革命。2月革命啊是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到10月革命啊是这个布尔什维克夺权啊，建立临时政府啊，后面的这个苏联。那么布尔什维克啊，就是列宁他们这个苏联共产党啊，他们要干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实践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嘛，那他们实际上去夺权，开始实践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简单而言啊，他是同情劳动者的啊。那么他认为这里面存在压迫和剥削。那么这个压迫和剥削呢，就有一个资产阶级啊，有一个无产阶级。那劳动者就是这些无产阶级。那么这一套东西在当时叫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里认为啊，有一个固有的矛盾是解决不了的。什么矛盾呢？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啊，就是大量的无产阶级啊、劳动者，大家都在参与这个社会化的大生产啊，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那么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啊，就是归那些资产阶级他们占有啊，这之间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一句话叫消灭私有制。那么列宁啊，这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就在实践这个事情。他们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创下了一个先例啊，就是夺权，并且在自己的这个政权内去实践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消灭私有制，这是所有全球共产党人都认可的一句话。那么我们要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啊，后面呢是无处不在的啊，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包括对毛泽东的影响。所以苏联一步一步做了什么事情啊，后面我们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这个照猫画虎的地方啊。比如说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啊，4年之后1921年由苏联扶持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来看看苏联啊，它是怎么做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啊。到1936年的时候，苏联完成了啊，号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啊，就是一切充公了嘛
那么人剥削人的现象理论上应该消除了，没有资产阶级了，对吧？没有这些阶级了。但是呢，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那么新的矛盾出来了。什么矛盾呢？就是像苏联这样啊，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这样的政权，它是一定会扼杀每个人的个性的，因为讲究集体主义嘛。以及呢，它一定会在很多要求上去违背你的人性。那么于是我们都知道，违背你的个性，违背你的人性，就必然有出自这种人性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你这个政权如果不去强力的镇压，那你一天都存在不下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原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呢，是在经济层面的。我们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啊，去改造这个资本主义，全都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实践。但是当你变成一个政权的时候，这种实践就会拓展到政治层面，甚至思想层面。我们看到苏联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所谓的对于高层的那种大屠杀啊，那个肃反运动，就要揪出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那么苏联一方面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一方面又不停的镇压。那么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政权嘛？但是他们并没有为他的这个行为去形成一套理论啊，因为之前他的行为啊，夺权呀什么，他是有一个理论的，这个理论就是用的马克思主义啊。但是到后面他做这些肃反的时候啊，不停的去强力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时候，他并没有形成一个理论。那么这一切影响到中国之后，中国这边为此是慢慢形成了理论的，这个理论就是大家后来所熟知的毛泽东思想啊。我们来慢慢讲啊。毛泽东思想呢，我们从1956年开始讲起啊。最早啊，毛泽东就加入共产党啊，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来的时候，那么毛泽东在此做了一个中国式的改造，因为有些话大家听不懂。那毛泽东怎么去解释说啊，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啊，然后跟这个资本主义开战？他就总结成了中国人都听得懂的4个字，叫造反有理。由此来鼓动大家，你跟着我造反就对了啊，那些更高深的理论你不用懂啊。这是我毛泽东的全新的解读，叫造反有理。那么到了1956年，发生什么事情呢？中国比苏联晚20年啊，说也是建国之后7年的时间，也完成了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啊。那么改造之后，中国共产党跟苏共一样，他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啊，还在继续做斗争，在做镇压。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56年，56年的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在统治下发生的这种肃清行动啊、肃反运动、大流放啊，以及这些未经审判的处决。那么同年啊，苏联这个影响就到中国了。56年的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么党章内啊有一处啊提及毛泽东思想这5个字的这个地方被删去了啊，并且开始批判这种个人崇拜的行为。那么56年的冬天到57年的春天，毛泽东开始反击了啊，他做了什么事儿呢？他无视反对，开展了后来臭名昭著的百花齐放运动啊，好像是要促成一种更开放的政治氛围，让大家提意见，批评共产党啊。结果呢，这个事情后面就失控了啊，引来了反效果啊，这个批判排山倒海，质疑共产党专政的权利。然后到57年夏天，毛泽东开始转变策略，他就指控啊这些批判的声音是一心想要摧毁共产党的，说他们是坏分子，开始扣帽子。然后他指派邓小平负责掀起反右运动，有50万人因此受到迫害
这就是中式的那种，苏联的肃反运动啊，开始反右运动。那么好，共产党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啊，在这之后几个月之后开始进入大跃进。那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58年开始大跃进，紧接着啊，这个596061就是所谓的，这有很多叫法啊，中共的叫法叫3年自然灾害，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不是自然灾害啊，一般的现在的正确的叫法叫3年大饥荒啊，也有叫3年困难时期的啊，那么也有叫毛氏大饥荒的啊，也有叫大跃进饥荒的，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啊。我们今天不讲这一段时期啊，这是下一讲要讲的。那么我们只是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大饥荒啊、大跃进失败之后，那么62年的时候，有数千名干部参加那个7000人会议啊。那么刘少奇在会中称大饥荒是人祸。这个时候，毛泽东的个人支持率啊史低，史上最低。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他又会继续的进行反击啊。那么毛泽东的这个个人的建立权威的，他出于个人野心和目的啊，他呢一直希望能够去代替苏共啊，苏联成为这个全球无产阶级运动的这种核心地位，成为这种绝对的领袖，这是毛泽东个人的野心。那么他有2次去做想超越苏联这种企图，第一次就是发动大跃进的时候，1958年，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啊。后来我们都知道失败了，对吧？然后刚才62年他的这个个人声望跌到史低啊。第2次他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好，因为我们知道，当56年啊，毛泽东的这个党内中国共产党开始去批判他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啊，受了苏联那边赫鲁晓夫去批判斯大林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毛泽东也非常的慌乱，在那个时候，因为呢，他不知道他身边啊谁是那个赫鲁晓夫，谁会去像批斗这个斯大林一样去把他批斗啊，让他最后有一个跟斯大林一样的下场啊，他非常的慌乱，害怕这个事情。那么于是乎，在他个人的层面上，他也有要去建立这个毛泽东思想啊，把这个个人崇拜重新建立起来，以及建立自己绝对的权威的这种出发点。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这一套理论啊，到1964年的时候基本成型啊，在文革之前。著名的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啊，毛泽东思想啊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那么他的这一套说法呢，来自中央高层。我们可以看到，1962年的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来啊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那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周恩来说啊，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那么后面啊，到64年的时候总结这个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呢，在当时那个阶段啊，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历史阶段中，说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2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定了性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斗争要持续下去啊！你只要放松斗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复辟了。所以之前的建国之后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消灭私有制所做的事情还不够啊！这个斗争要持续下去。那么我们要斗争，我们就需要一个理论。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足以支撑了，靠列宁这个主义的这个理论不足以支撑了，所以我们需要毛泽东思想，是这样来的。那么紧接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什么呢？领导干部。
因为当时存在普遍的官民矛盾这个官僚的阶层跟这个普通的民众这个矛盾，为什么？我们一会儿来分析我们现在经常说说毛泽东思想是这个中共的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共的，包括像刚才周恩来很多人都在推崇这个毛泽东思想，但是呢，它毕竟是跟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那么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那么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在中国古代有皇上的时候那么皇帝呢，那么底下有这些士大夫有这些大臣们有这些文人们，对吧？那么当时呢，皇帝有一句话叫士者帝王之权也，礼者圣人之权也。什么意思呢？士有这个我占有优势那么那帝王当然了，他有权力他有军队，他能够统治，他有这个势头。但是呢，文人他的大臣们是可以跟他讲理的，因为在古代呢，这个礼你可以说它是道，你可以说它是这个天。这个礼不是你皇帝占有这个礼，你只有这个势但是大家讲理的时候是可以去批评你的。但是到毛泽东这里，这个礼和这个势集于一身了因为毛泽东他又是这个皇帝，同时他还是那个圣人，就是大家把他捧成了圣人，他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可以批评他的那个理，没有，因为他自己就占这个理，他就是这个理。那么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的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了大家的这个信仰。所有的人就会为了实践这一个意识形态去赴汤蹈火。那么信仰对于这个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思想，对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共产主义，对于这一套东西的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虽然自己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还要争先恐后的去批判他人。他们在被迫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那么这些人都被意识形态所捕获。那么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了，普通的老百姓就更难以逃脱这种意识形态的天网。这个意识形态在当时就是一种宗教。那么毛泽东就是向全民去布道的那个主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宗教那种场景毛泽东在这个台上，下面几十万的民众他向大家去讲话，然后去掀起的这种狂热，这种狂热甚至超过宗教上的那种狂热。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那么人们没有个性，没有理性，也就所有的人变成了一个群体，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就使得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和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的独处的时候的那种感情、思想性完全不一样。那么从传统的观念上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的道德堕落到了极点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人把整体的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他为了那个整体的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其实这也是一种道德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正如哈耶克所说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当然了，哈耶克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
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也就是说，这种集体主义、这种宗教狂热，你把所有人置于一种群体的心理之下，大家去追求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理想主义乌托邦的那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最终就会抹杀掉你每一个人的这些个性、你的这些人性、你的这些个人的这些道德啊，这些个人的一些约束和规则，全都被抹杀掉了。共同目标呢，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当然了，在当时他会说，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到现在也在讲，对吧？我们是初级阶段，就是这个社会主义。那么群众啊，无私的投入到这个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里去，就是集权制度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知道，到后来啊，20世纪啊，说一点后面的话啊，那么人类的实践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这个大厦轰然倒塌了啊。那么中国的发生的这个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破除了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套的一个信仰，实际上是破除掉了。但是呢，并没有充分的反思，也就是说，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这些精神垃圾还没有完全清除掉，还在那片大地以及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那么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这个官僚集团啊，就现在这个中共还存在啊。那么以及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这个倒塌的这个废墟上流连不舍啊，企图用这些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目前在中国正在发生。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习近平啊，他就是在做这种。在这个废墟上，想把过去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个大厦重新建起来，还在说理论自信，几个自信，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自信，什么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啊，以及后面的编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到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这一切的理论自信是他自己喊出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不是理论自信，实际上是理论心虚。好，说回来，那么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啊，它最终啊，随着中共的这个夺权啊，包括苏共的夺权，它制度化了，最终形成了一种官僚制度啊。那么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啊，你至少啊不会，至少你没有追寻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你也至少要追寻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你一定要在从1949到1966这17年之中去找原因。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当时的那个特权制度的这个金字塔里啊，毛泽东是那个塔尖儿，对吧？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他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么当然了，他也会被这种权力所腐蚀，最终他有他个人的这种野心就出来了，对吧？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从2个方面去详细的讲这个事情。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问题，在1966年之前啊，1946年之后17年间的制度问题，以及毛泽东所建立的绝对权威，从这2个方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制度问题，49年建国，那么建国之后呢，等于结束了之前的几十年的战乱啊。实际上，它为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创立了条件，但是呢，由于引入的是这种苏联的专制制度，又加上中国之前2000年的这种皇权制度，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非常严酷的制度。就是文革前的这17年的制度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政治高度集中，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这是一个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在那个顶尖，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就在中国共产党内，
高度集中的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运行的。共产党虽然强调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然而在这种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我们知道没有选举啊，它不是选举的，它是由上而下任命的那个制度。所以每一级官员他的权力的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它不是来自下面人民的选举。所以呢，通常情况下，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官员只对任命他的上一级官僚负责，他不用对底下的人民负责。所以慢慢的这17年累积到文革之前的情况，就是官僚集团和下面的上亿的这个百姓，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立的格局。那么而且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这种纪律约束下，就是它作为一个黑帮黑帮的帮规就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的党员都得信奉一个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后面的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都必须遵从一个领袖，毛泽东。而且呢，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也就导致了不仅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党员要这么做，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被要求这么做。你认毛泽东唯一的领袖思想完全统一。所以这一切呢，就渗透到了所有的这些生产的这些机关呀、学校居委会每一个基层单位全都渗透下去了。党组织凌驾于一切的行政领导实施这种绝对领导。那么这个党委书记大家就像众星捧月一样的那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这个共产党来代替这个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于党。那么党里边的这个党权呢，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手中。你看很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实际上呢，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是错位的。宪法里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呢，高层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决定好了的，投票什么都是走一个过场。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怎么花钱怎么去发展经济，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的。宪法规定要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呢是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国家主席但是不是，对吧？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那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里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实它只是一个共产党手里的橡皮图章而已，没有权力的，走过场。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就是共产党内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解决呢？是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的。所谓的通过协商讨论，其实协商讨论最终就是什么呢？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呢就是靠毛泽东的一锤定音。现在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也是他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那么重大的问题大家争论达不成共识的时候怎么办？中国49年之后这17年，包括现在后面有一个词儿叫路线斗争，就是大家达不成共识，路线不同，对于未来的设定我们怎么样要斗争，就是互不相让。这个事情发展到最后文革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那么这个互不相让就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批人战胜了另一批人，于是乎赢的这批人赢得了这个路线斗争我们就照这个路线来做。但是
失败的人，那么你就是执行了错误路线。你执行了错误路线，你就下台，只是第一步啊。你的这种结果啊，你死我活嘛，你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果，在中共的那个逻辑里。那么说到共产党啊，他在中国他能够牢牢地掌握住政权，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靠军队，那个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中国那是党卫军啊，甚至就是毛家军啊，现在的习家军。那么中共里面，他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吧？他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也是4个字：党指挥枪，就是这个枪一定要掌握在党的手里。它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对吧？但是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呢，又由党主席来兼任，这就保证了拿在党手里了，对吧？军权。那么军委主席对重大的问题有最后的决定权啊，等等等等的，并且呢，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一些经验，加以完善，最后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啊。这个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在文革的时候军队的一些动向。这一整套监军的办法，使得每一位军官的军事行为和思想状况都在党组织的掌控之中。好，最终的结果就是党指挥枪，军委主席指挥枪，那毛泽东指挥枪。结果就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的这个官僚体系来控制全民。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枪杆子，那还有一个叫笔杆宣传。毛泽东时代只有2张全国发行的权威大报啊，一个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个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啊。那么这些包括一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一些新华社，这也都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包括不能够让老百姓听到境外的电台啊，包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火墙啊，都是为了统一宣传啊。包括社科院的这些研究社会的这些选题啊，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些都由党的官员来决定，党控制了一切。没有学术研究啊，只有理论宣传。好，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的朝一个方向去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从49年之后那17年文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直这样去影响，洗脑洗了17年。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民一致的嬉笑怒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场又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使得所有的那些大学者、专家都自觉的或被迫的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无数的运动，你不这样做，你就保不了命。最终达成了什么呢？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那到此为止，大家看到会变成什么样呢？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那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中国实现了政教合一。毛泽东又是那个国王，又是那个皇帝，他又是那个教皇，整个那个宗教的这个主教。那么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是真理啊，宇宙的真理了，它不只是一个政权的问题了。那么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你连独立思考你都不敢。那么这一切在共产党这儿发挥到了极致，极致就是这种政治愚民教育老百姓的心灵全都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除了这个，国家还垄断一切经济资源，
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那么做这些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被认作是当时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之一。那么由于计划经济你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啊，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啊，你这些生产资料你不能私有，全都归集体啊，消灭私有制嘛啊。那么农民生产的一切产品也都归国家来统购统销。那么居民的生活资料啊，也全都由国家凭这个票证来供应啊，粮票啊，什么肉票啊这些东西。工商业都由国家来经营管理啊。引用一句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啊，说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啊。这个诗啊，在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啊，而且特别符合中国的现状。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的中国农民啊，他连牙刷都没有，没有刷牙的条件啊，毛泽东都不刷牙啊。所以在这种统治的经济情况下，全部的国家经济机构它是一个大机器啊，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来工作。那在这个里面，老百姓的这些劳动成果全都由行政权力来支配，财富完全是公有的，每个人你也是公有的，私人的领域啊完全被剥夺。那这个里边实际上就为这个官僚特权这个阶级提供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因为他们太有权力了，他可以掌握你每一个人的生杀大权，你的吃的每一口饭都得由他们来供给。于是乎呢，集权政治就是实施这种统治经济的必要条件。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老百姓的生活资料，你都得去仰仗这些官僚们给你去分配。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不服从者不得食，你就必须要服从，而且呢，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啊，是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署的1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未经同意离开原驻地的这个农民就称为盲流啊，政府是有权把他逮捕并且劳教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阶级压迫和种族隔离。等于人为的用制度把人分成3、6、9等。我们都知道，1958年之后，大跃进之后，紧接着就是那3年灾害，人没有办法自由迁徙啊，你没有饭吃，你都没有办法去这个逃难，饿死几千万人就是这么发生的。那么好，购买生活资料的这些票证啊，你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去领取，人们被锁定在了户口所在地。很多当时的中国农民一生他那个活动半径都不超过50公里，锁死在当地。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啊，你的住房和一切都是由这个单位按级别来配给的，这个级别很重要啊，大家记住，你离开了单位你就失去了一切啊，而且呢还要建这个档案，每个中国人都有档案，而这个档案你是看不到的。从你出生开始，记录你的一切的这些行为啊，都给你记录下来，影响你的一切。所以这种是一种政治专制啊，这种专制起源于秦始皇啊，公有制、计划经济呢，这些东西呢来源于马克思啊，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怎么统治呢？秦始皇加马克思搞在一起。所以在经济和政治这种双重的钳制之下，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
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为、话语都在国家权力的牢牢控制之下。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些都是文革能够发生的原因，也都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些东西变本加厉的表现出来的一个前奏，一个序曲。那么严密和严酷的这种统治啊，靠什么呢？靠毛泽东一人是不行的，对吧？那要靠这些官僚集团去统治人民。所以每一个人啊，他都被锁定在这个官僚权力的方格里。官僚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主宰和被主宰，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那么在这10几年里面，就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这种矛盾呢，在这个政权强大的压力下隐藏着，在那17年里慢慢隐藏着。但是，一旦有一天它释放出来的时候，说你民可以去斗倒官，你可以去向之前的这个官僚集团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势头一旦爆发出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文革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然现在还不到文革的时候。那么说到刚才那个特级啊，官僚集团都是按照这个级别来称的啊。我们都知道，你能配几个司机，你能配几个保安，你能住多大的房子，你能配几个厨师，所有这些东西，在共产党内部都是靠级别啊来去配给的。那当然了，毛泽东是在这个级别的金字塔尖上啊。那么好了，我们现在说，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这17年的这种制度里啊，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制度。但是除了这个制度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来。所以我们这一讲最后来把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绝对权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给大家分析完。对毛泽东的神话自延安开始，刘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到了带头作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用政权的力量进一步神化毛泽东。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都无时无刻竭尽全力的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神化毛泽东。中央领导人林彪、刘少奇、周恩来等等啊，在神化毛泽东中都起到了带头作用。毛泽东被捧成了太阳，官僚们自己就成了明月。当好了毛泽东的奴才，是当老百姓的主子的必要条件。你首先要当毛泽东的奴才，你才能去奴役这些老百姓，你才能成为这个官僚特权阶级。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把神话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是若有所指的说，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我们看这个时间点啊，1958年啊，是这个56年赫鲁晓夫去批判这个斯大林以及中国党内啊有一种批判个人崇拜啊，把毛泽东思想这5个字都删了之后的毛泽东的一个反击开始了。1958年，毛泽东说什么呢？讲到个人崇拜的时候，他说有些人反对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他说，个人崇拜有2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比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应。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对毛泽东自己啊，给大家洗脑，他先说了这是一种崇拜，接着他说，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另一种崇拜，他就说了这么点啊。然后呢，他又说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你看，他给那些反对他的人，给人家扣了一个帽子，做了一个概念偷换，就是你们反对崇拜我毛泽东，实际上你是为了要崇拜你自己，给人扣了这么个帽子。然后毛泽东开始提倡个人崇拜，其他人呢就开始积极的表态，我要效忠啊。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了理论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他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听着啊，这个时候毛泽东进行了一个插话，他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毛泽东在带这个风向啊，在这个党内开会的时候，然后拍马屁的来了啊，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马上跟着毛泽东说什么呢？说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风、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话锋一转，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么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这是刘少奇的吹捧。然后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啊，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然后其他的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3好：跟好、做好、学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然后1959年9月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7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7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这就是刘少奇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回想刘少奇在文革时候的遭遇，你觉得他无辜吗？这都是前因啊。接着说，19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啊，那个时候开始去批判毛泽东的这个大跃进和3年灾害啊的影响。那么林彪和周恩来在毛泽东因大饥荒而威信降低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林彪的提倡下，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将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全世界。在这期间，一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上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发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话毛泽东的言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创造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10000句。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是我党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就是林彪的话。我们再想想林彪在文革中的遭遇，无辜吗？这些也都是前因。文革前夕，毛泽东已经拥有了绝对权威，建立起来。毛泽东的指示已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的话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会标准。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论是判别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状况已经深入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人，临死前留下遗书，几乎都要表示对毛的忠诚。毛主席著作是中国人的圣经，党号召人们必须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自1963年底在军队内部风行以后越印越多，到1966年8月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200-300家印刷厂同时印制。据统计，仅1967年这一年就出版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等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数的8倍。毛主席语录印了 3.69 亿册，连同以往出版的总共毛主席语录有 6.28 亿册。毛主席像印了 12.14 亿张。至1969年3月，毛主席像章已经制作了22亿个。当时全国7亿人口，平均每个人3枚多。1969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提出的1969年的计划纲要草稿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高质量的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那如今这一切我们也都看到了，习近平的著作也在这样的印，也是这样的模式，才刚刚开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那么最高指示一发表，人们3更半夜起来敲锣打鼓的庆祝。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就当时的话。抄错了一个字儿，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神话是和对全民的愚化是相伴随的。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那么只要他一个人思考就可以了，然后施惠于天下。他一个人的脑袋顶替这几亿人的脑袋，一个人是神明几亿人都是这个政治愚民。所以在神话毛的同时，还要做什么呢？就是全国掀起对毛的忠诚运动。所以为了表现忠诚，还要创造一系列的政治祈祷的形式。这种形式比如说每次开会都要大家山呼毛主席万岁，那么各单位每天都要站在毛主席像的前面做什么呢？叫早请示晚汇报，全是这种形式主义的事情。那么文革的时候还流行这种顶礼膜拜的一些动作串成的这个中字舞。那么对最高执政者的这种神话，就是集权制度的需要。那么集权制度就是将国家的政策集中到他这个最高执政者一个人的手里而且相信他不会犯任何的这种决策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个圣人他是那个圣主，他是那个智慧超人的圣主。
他不会错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只能够把他去神化。那么这么做就可以让所有的人啊对他臣服，那么他的旨意就能畅通无阻的被执行。所以说，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以及这几亿人的政治愚民同时并存之后，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么在文革前夕啊，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了。那么毛泽东有了如此的权威，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他的每一个想法都是正确的，那么群众呢？他发动起来之后，难道真的能够按他的意愿去把他的每一个正确的想法去发展下去吗？他能控制每一个这个运动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这些细节吗？对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会有人啊打着红旗反红旗，底下这些官僚集团或者已经起来造反啊获得一些权利的人，实际上就是把这种思想啊毛泽东思想这种指示啊为我所用。所以当文革这个运动啊，毛泽东的第二次的想要超越苏联的这种威望的这种尝试啊，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发动起文革之后，群众运动一旦掀起来，他自然有他自己发展的这一套逻辑啊，你毛泽东也是控制不了的，任何的权威都控制不了，这就必然会造成后面的各种各样的惨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49年建立之后到文革之前这17年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官僚的官民的这种对立啊等等，埋下这些隐患，以及最重要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的建立是怎么建立的，以及几亿的愚民的培养啊，长达10几年、17年的这种洗脑，对他的这种个人崇拜，那么这一切的都是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些根本原因啊。我们做一个文革起源的这种概论的梳理。那么下一讲我们就从58年开始啊，我们来看看大跃进、大饥荒啊那些事情，然后再一路一路的讲到66年，进入到文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点赞。